嗨，欢迎来到烧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OK，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关于青少年学流行歌曲的5大必须的理由。OK， 那我就长话短说。那关于青少年，它是一个敏感的时期，那流行歌曲给他们带来可以有多大的帮助呢？那就在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5个必须的理由。那在分享之前，当然是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们，点亮我们的小铃铛。好，第一点就是增加他社交的技能。那关于青少年，他们经常会出去跟朋友之间的玩耍呀，就会有交通交流。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技巧呢？关于流行歌唱，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是，它不需要任何的音乐背景。没有音乐背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学过任何的乐理，或者他甚至没有学过乐器那歌唱流行歌曲是一条比较容易获得的技能吧。那在社交当中，他们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只要有几首歌曲，他就能显示他的优势，获得他的自信，然后得到朋友们的赏识和朋友们的喜欢，好吗？第二点就是情感的投射。那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内容，并不是说数据表达我个人经验不仅是如此，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学习一些青少年心理的发展，还有为什么唱歌会对人的情感有这么大的帮助。在各种各样的研究跟报告之下，我们开始了解到，青少年是一个敏感的时期，他们比较敏感。什么叫敏感呢？就他们需要一些特定的渠道表达他们的情感。那流行歌唱正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来抒发他们的情感。比如有一些孩子会喜欢听 rap 或者是摇滚音乐，还有一些简单的情感抒情的歌曲，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有韩语日语广东话普通话英语，各种各样的风格，还有 jazz。在不同的音乐当中，他们可以找到自己内心抒发的方式。他们在各自喜欢的歌曲里面、曲风里面，能够投放出他们的情感，甚至是一些歌曲在自己演唱的过程当中，能够将内心的情绪抒发出来，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容易表达的人，帮助他们在情感上没有特别的障碍。因为有一些流行歌曲，只要他选对了，他就在歌曲当中能够将内心的一些敏感的感受抒发掉。不同的歌曲就会有不同的内容那么最近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不同类型的，像好声音或者说生生不息各种各样的歌唱电视台节目。在这里面，很多老歌就会被重新调整，以新的方式来唱，他们会特别突出里面歌词的意义或者是情感。那么年轻人在里面如果找到自己的乐趣，那就会非常不一样了。还有特别是薛之谦的歌，很多部分的歌都非常有它的内涵和他想要表达的意义。比如像薛之谦的方圆几里天外来物，我都认为非常的健康，而且很适合年轻人来跟随。 OK， 那我们就说到第3点。那第3点我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很多学生或者很多青少年，他们都学乐器，或者说管弦乐、钢琴之类还有学古筝古琴。对，我认为年轻人们在舞台上的经验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舞台上面，他们需要训练自己抗压的能力和表演的能力。但是流行歌曲真的非常不一样。首先我们先来说唱歌为什么跟乐器不一样。因为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们音乐是大脑的一部分，那完全是另外一部分大脑控制的语言类是的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在舞台上歌唱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同时启动2个大脑，一要记得歌词，控制自己；2我们又要开始调整身体，将这首歌表演出来。所以我大部分的学生在经过舞台之后，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挫败感，但是他们会希望再上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在下一次的经历当中能够赢得他们自己。什么叫赢得自己？那就是自信。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唱歌，我们先说弹琴吧。弹琴它有一个特色是它以输出为主，
对，它也牵扯到了表演、情感的流露、演技技能，一样很有压力。但是当他一旦进入他的节奏，排除他们的干扰，他们就会进入应该说是很不错的状态。可是歌曲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你在唱歌曲的时候，你会最快的关注到观众的反馈，这点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在台上，你突然发现你的观众没有在看你，或者他们根本不 care 你，或者说他们很 care 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在舞台上，歌手就是会跟观众有互动、有交流，那么我们就牵扯到很多啦。你会有控制场地控制你的气氛啊，然后你需要跟观众有沟通啊。可是你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表演，所以流行歌曲歌唱非常挑战青年人在舞台上面对压力和自我控制，并且要控制场地的能力。当他慢慢的学会这种节奏之后，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来应对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公开说话，我们叫演讲；比如说工作上面的汇报；比如说跟别人甚至是陌生人沟通交流的抗压力感。因为很多人都说聊天就认识陌生人，和陌生人打招呼说话是很大的压力，不信你去 Google 一下。OK， 好，那第4种了，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要分享的是第4个原因。第4个原因就是当你在学流行歌曲的时候，唱歌老师就会不断的要求你口齿清晰。口齿清晰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会说那周杰伦也很有名那他不是出了名的口齿不清晰可是你去听最近这几年周杰伦，他也在调整他的咬字。所以在流行歌曲当中，无论英文的、中文的、日文的、韩文的，他如果要唱得好，必须要求他口齿清晰。当他在训练自己歌唱的过程当中，他不自觉的就会改善他的口齿口音，这个是非常棒的经历。好，我们来分享最后第5点必须学流行歌曲的原因了。那在学流行歌曲的时候，它依然会不自觉地帮助学生特别是青少年来学习正确的发声方法。这个可能是在他平时生活当中不会被碰到的。那正确的发声方法对于年轻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变声期的时候，如果有正确的发声方法来陪伴他们，他们就会很好的度过，并且保护他们的嗓子。那特别是男生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长喉结。那这个部分的变化让他们总是喜欢压着嗓子说话，甚至有些男孩子不太适应，在变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破音，他就避免说话。那歌唱能够帮助他们来度过那个阶段。当然了，有一些也不是有一些，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建议变声期的时候不要唱歌，这是最安全的。那我认为我们要在安全的区域里面学正确的发声。什么意思呢？当他在变声期明显就觉得声音开始有破音，突然讲话或者是笑的时候一个音破掉，他很难受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学生大概在13岁，对，他就会有这样的困扰，说话就懒懒的，能少说就少说，关键他还哭牙，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张嘴说话。在多重的变化之下，所以青少年需要在这个时期适当的学一些流行歌曲，来帮助他不自觉的、自然的度过那个阶段。好，因为他可以通过歌曲学发声，透过歌曲让他能够适应他哭牙时候张嘴闭合的难受感，慢慢的来度过这个阶段，好吗？那么你们觉得如果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欢迎你们在我的平台下面分享，那也是让我学习的一个机会，好吗？那希望你们能够点亮我的小铃铛，关注我的频道，谢谢你哦，拜。